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除了无名，王一博还有4部影片待映，转型何以如此急迫？平心而论，电影《无名》在刚刚过去的贺岁档当中，争议还是比较大的，评价可谓褒贬不一。除此之外，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王一博的身上，讨论其的演技究竟是仅粉丝可见，还是真的能够独当一面了。王一博为什么急于转型？其实不管结论如何，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：王一博还有4部影片待映，而且上映时间极有可能接在2023年，包括了《长空之王》热烈、《中国青年》、我和我的青春以及维和防暴队，再加上无名的话，那么在1年之内将有5部王一博参演的影片上映，绝对堪称高产了。或许有人会说了，这5部影片不是在1年之内拍摄的，事实的确如此，而是在2年里完成的，频率同样不低了。其中无名、长空之王和维和防暴队开机于2021年，热烈和中国青年、我和我的青春的开机时间为2022年。对于行程一向繁忙的王一博来说，实属难得了。目的也很明确，就是为了转型，想由爱豆蜕变成演员。估计有人会不解了，眼下王一博风头正劲，算是内娱最顶尖的流量了，实现了名利双收，即便要转型，何以如此急迫？娱乐圈苦饭圈久矣。个人以为，娱乐圈苦饭圈久矣，在可预见的未来，有关部门的整顿力度势必会越来越严苛。一旦饭圈文化遭到彻底肃清，粉丝经济也会随之垮塌，彼时尚未完成转型的爱豆极有可能会被打回原形。至于饭圈文化的原罪，其实很简单，引导非理性消费。以销售专辑为例，在饭圈文化的氛围中，各种形式的粉丝组织会动员粉丝多次或大量购买爱豆的专辑，以此来证明对爱豆的喜爱。从经济层面上来说，此举无疑会造成大量的浪费。原则上1人购买1张专辑即可，超量购买是毫无意义的。唯一的获利者只有爱豆及其经纪团队。换而言之，爱豆及其经纪团队用教唆粉丝进行浪费的方式来获取利益，这是一笔不义之财。类似的操作手法在饭圈多不胜数，譬如在于景天参加《青春有你》第3季时，由于粉丝的应援数量未到达，于景天后援会便对粉丝进行了惩罚，实际上就是在变相集资。至于后援会等粉丝组织是否具备集资的资格，一直被大众所质疑，同时还涉嫌向未成年人集资，足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了。尤其在各大音乐平台对专辑实行限购之后，集资行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因由是为了保证爱豆的专辑销量，粉丝组织开始雇人代购了，自然需要粉丝们慷慨解囊了。前一阵子，某小鲜肉的后援会就被爆出向粉丝提供贷款，用来购买指定的专辑。后来发现，根本就是花钱雇人代购，以此来规避限购，真的是为了捞钱而不择手段。对于这种模式，人们称之为粉丝经济，但其本质却是不义之财。不仅吃相难看，并且荼毒了广大的青少年的价值观。少年强则国强。若是青少年普遍沉迷于非理性追星，所造成的后果无疑是难以估量的。正是基于此，饭圈文化迟早要被取缔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当粉丝不再非理性消费时，选择按需购买，爱豆的商业价值必定会大幅跳水。由此一来，资本便不会再追捧爱豆了。因为此时爱豆已经丧失了强大的带货能力，想要在娱乐圈立足，只能是凭本事吃饭了。结语。故而，在那一天到了之前，现如今的头部爱豆大抵都会拼了命去转型。
不过转型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，多数人要做好降咖的心理准备，可能要从小配角演起。个别幸运之人也许会脱颖而出，从而保住自己一线艺人的地位。具体到王一博，接下来4部电影的票房和口碑至关重要，成功则为自己的转型迈出了坚实一步，失败便难以再获得更好的机遇了。